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达人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所自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发完菩提心之后，我们继续听书，这个入不在行人善说法，下面讲的结束菩萨戒。结束菩萨戒的前行呢，要修七支功和修自己的心，有两种。修七支功的道理前面已经讲完了，就今天开始讲修这个为了利益他众而修自己的心。那么这个呢也分两个方面，众所布施和别所布施自己的身体。首先我们讲众所布施呢也分两个方面。所布施的这个所布施的这种事物和布施的原因就这样布施的合理性，两个方面来接受。第一个，为利有情故，不令尽舍身及诸数用三舍一切善。他这里呢已经讲了我们要发殊胜的菩提心。之前呢，必须要修积累资粮就前面就是积累资粮，通过这个七支功，来紧张积资，然后呢，就必须要也就是说摄持我们自己特别执着的三种事物，自己的身体，所用。三世所做的三根，就这三者呢，对每一个人来讲，应该说是比较执着的。当然，没有信仰的人来讲，可能33根不一定有。除了这个没有信仰的人以外呢，作为我们一个想接触菩萨戒的人来讲，是比较这个执着的。但是我们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一定要舍弃这些。也就是说，为利有情故，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舍弃自己的最执着的身体，以及自己在怎么说就是在有生之年当中自己所积累的什么房屋这个金银财宝等等，就是财物属用。以及这个未来过去现在所造的这些善根呢，就是一定要布施。那么布施的目标，也就是说布施的对境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一切众生获得真实的利益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这个布施的方式是什么样呢？应该是以没有这个吝啬心就没有贪心，没有傲慢心，再加上呢。也不求任何报应不求来世的这个果报，而这个舍弃自己的一切这种这个事物。那么我们这里呢应该清楚这个身体和属用呢未来和过去是没有的，因为未来的这个身体属用呢已经这个还没有产生，过去的这个身体和属用呢已经灭尽了。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也没有办法，就是布施给众生就布施给众生。然后33根呢，就未来过去的都可以的，因为未来的这个善根呢，我们现在在心里面也是可以发愿，这个心里面有一种决心就是造如是的善根。那么这种善根呢，我布施给众生，自己心里面应该是有这样的打算。过去的善根呢，有这个相当一部分呢，就还没有这个用完，就是这个没有成熟，就还有我们以前所造的有些善根呢，在相续当中没有这个果报用尽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呢，
这个善根呢，就是未来过去的所有的善根都可以布施给这个众生。那么这一点呢，在这个佛经当中就是佛经这个无尽慧经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明，就是我们这个心和心所依念这个过去的善根，而回向给这个有情就是回向给这个有情。然后这个为了也就是说为了这个所做的这个善根呢，就是进行作意而回向菩提就有这样的记载。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对未来和对过去的善根呢，就可以这个布施给众生就布施给众生。那么这样布施呢，实际上也是功德是相当大的。像那个菩萨地论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诚心诚意，将所有的这个事物就是心里面就是幻化这个所有的这个事物，而布施给一切众生的话呢，那么这是表面上看呢很小的一种质量，但实际上积累广大无边的一种方便方法，也是智者们的这个布施的一种善举就是有这样的记载。因此呢我们现在在这个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现在把所有的这个身体全部布施给众生呢，这个我们还没有到这种境界。真正的布施身体的时间呢，就下面还会讲的，就是到了一地菩萨以后呢，就是才可以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就布施给这个众生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心里面可以观想，心里面呢可以这个作意，将来我要这个获得成佛之前呢，我一定要将把自己的这个身体所用善根都可以都要就是布施给众生。因为我们这三者呢非常非常的执着，大家都知道，从小或者是从无始以来呢，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和寿命呢相当的执着，就这一点每一个人是有这个明显的感受。然后稍微长大以后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财产呢，就是包括我们在孩童时代的这个自己的玩具然后就是你长大以后呢，就是自己所拥有的财物呢，也是会非常执着的。过后呢，我们稍微懂得一点这个趋势懂得一点这种事理以后就是对这个积累善根呢，也是有一定的执着就比如说我现在呢念了多少多少经我修了什么什么法让自己所积累的这个善根呢有一定的执着。为了断除我和我所做的一切的这种执着就是所以呢，就是为了就是利益众生，就是目的是这样的。一方面就是断除自相续当中的这个我执，一方面呢就是为了就是利益无边无际的一切众生，一定要就放弃就是这些就是这个执着的根本的三种法，就一定要就是布施给众生。如果这样呢在我们短暂的时间当中也积累广大的资粮就积累广大的资粮。因此我们平时呢就要接触这个菩萨戒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心里面就是这样观想就尽量的把自己的身体所用善根呢，就是布施给众生。尤其是以前的有一些像康波根会有些著书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我们这个寄诵就平时我们遇到什么这个病魔或者是遇到一些违缘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念诵，用这个寄诵来调伏自己的相续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是相当大的，这价值是相当大的。所以呢，就是应该经常用这个意念经常呢就是念诵这个寄诵。所以以前的我们这个华智仁波切的传承的一些上师们他们呢就是平时在自己修行过程当中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呢，他们并不是以以牙还牙的方式来马上就是对峙，就是没有这样的，应该是以按照这个甘能派的一些高僧大德们的这个做法就把自己的这个身体所用全部就布施给他。那么怎么样布施给他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呢就是生病就是或者是就是自己觉得是真的有一些这个病魔在这个干扰我，或者说是在自己修行过程当中，别人对我制造违缘，或者是非人呢就是对我制造违缘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
就是你就不要认为说我必须要依靠密宗的什么什么这个降伏的咒语啊，来就是马上要这个摧毁这个魔宗啊，这样的这种动机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密宗当中所讲的所谓的这个降伏法呢，应该是远离嗔心、远离贪心的这种心态下，就是才能可以这个适用的。如果你为了保护就是自己，就以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是为了保护自我，而这个以嗔恨心来降服这个他宗的话呢，那这是过失相当大的。因此呢，我们这个修断法的时候呢，也是同样的，就无始以来的对我和我所自就有相当这个可怕的一些这个就单着，就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舍弃自己的这个执着。如果我们舍弃自己的执着而修持任何一个法呢，这就是变成了这个断法。也就是说呢，我们在大乘这个修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一种这个修行，就是因此呢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呢，你第一个看看这个违缘是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如果为了保护自己呢，可能是要想一想你到底修什么样的法。昨天中午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一直敲门，然后最后就是他闯进来了以后，他非要叫我念一个心经的传承，还有呢，他要马上要修一个慧者法。我说你修慧者法目的是什么？他说我回去的路上可能比较方便一点，我就为了保护自己而所以我要修心经慧者法。然后我说慧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认为就是降伏降魔。当然，依靠般若经来降魔也是一方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自私自利的心，真正是超度他宗的一种心态来修这个心经慧者也好，密宗当中的降伏主义这些都是允许的。就是这是大慈大悲佛陀在佛经当中是有明显记载的。我们任何人也是没有理由诽谤大乘的一些尤其是密宗当中或者是大乘般若经的这些这个慧者法门，这个没有任何必要。可是我们首先呢，要看自己的动机，就是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就是维护自己的话呢，应该要像首先我们最根本的像毒药一般的自私自利的这种我呢，应该要就排除，就是把它放弃。然而我们经常修断法的时候也这样的吧，我的身体就是给你们魔宗废人怎么样，你们怎么样就是享用怎么样就是这个造为愿都是无所谓的。所以这种修法是的确是在实际行为当中是非常殊胜的就我们以后呢遇到一些这个困难遇到一些这个自己认为说好像感觉不太好，就是有可能人和非人正在制造违缘，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应该是就把这个偈颂念一遍，然后呢，就像你造为愿就造为愿吧，就是不管怎么样无所谓的，反正我的身体呢都播施给所有的众生就无所谓的。平时我们真的有时候呢，不管是你出门的时候也，或者在家里的时候也，你的这个身体上的感觉、心理上的感觉，或者你的工作你的事业当中呢，就经常出现一些这个违缘当你出现这些违缘的时候呢，一定要以结束这个转为道用违缘转为道用的噶当派的这个速成教法。这一点呢，我们这个全智门朋友法王如意宝他们的这种这个传统，也就是说上是呢就经常有些这个感觉上呢，觉得好像就不太顺利会出现违缘的时候呢，就是念一些断法的这个偈颂就是学一些般若法门，将自己的身体所用全部布施给众生，让众生呢就是顺便就是接受。这样以后的话，你的这种违缘呢，就马上这个烟消云散了，马上已经这个消业化解了。所以这是我们在以后修行大乘佛法，应该自己的行为是有所改变的，心里呢也应该有所这个可靠，有所这个依靠。每一个人呢，就是在一生当中是非常这个顺利一帆风顺就是没有一点挫折就弯曲是不可能的，就是应该说是这个弯弯曲曲的路就是以前也是可能经过很多人，有些人认为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些同学就是在哪里就集中了，就是20年当中是没有见到，然后最后呢每一个人呢就是阐述自己的一些在20年过程当中的经历，最后呢没有一个人是比较这个顺利的，就每一个人呢都觉得是我的这个生活是如何，就是什么这个遇到了如何挫折困难后来我也说了，就是生活就是这样的。
你这个1000到20年呢，也是弯弯曲曲的路，以后呢也有弯弯曲曲的路，这是肯定会这样的。佛陀告诉我们，轮回的痛苦就是这样的。但是我想这个学习佛法，如果佛法当中的有一些大乘法门的这个修行法呢，借用的话呢，虽然路是弯曲的，但是你自己感觉呢，就是还是很直的，就是不会有很大的这个痛苦和困难。有时候呢，的确我们也应该这个想一想，就是我们学到的这些大乘佛法呢，真的当你这个遇到一些违缘的时候呢，看怎么样对待，就是这一点不仅是这个他们在家人，就是我觉得是有些这个包括出家人的话呢，也应该每一个人有这个打算，就是比较重要。这是我们讲的就是第一个所示的这个颂词。下面就是第二个，就为什么要我们设计这三者的这个原因，就是它的合理性。舍尽则图果，无心成涅盘。此时积蓄是何如生尽事？它这里呢，就是说，我们要舍弃一切，就是三根、财产、身体，就是这是为什么这样呢？这是非常合理的。怎么合理呢？因为我们人活着的时候就是把这些凡是我就所执着的这些东西呢，全部就是舍弃。全部舍弃的话呢，就是我就心里很舒服了，就是没有了。比如说我执着的财产然后身体这些都是全部我已经早就给众生了。这样的话，以后遇到一些违缘，遇到一些痛苦的话呢，我就不会这个上心的，因为呢，我这些东西都不是我的东西，就是早就已经给众生了。比如说我屋子里面的所有的财产呢，我以前的是想就是给一切众生，结果呢，这个你没有这个注意就是来一些小偷，就是把里面的东西偷了的话呢，以后也不会上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早就已经给所有的众生，这次呢。就是我没有亲自主动的去送别人的家里，就是他自己过来，然后已经就是他自己的东西自己拿走了，那我有什么伤心的呢？所以我听说是有些法师呢，就是颠老就是被别人小偷偷了，就是让心里特别的伤心，就是一直晚上做梦的时候也是颠老回来了，就是有这样。但实际上呢，真的，如果你这个就放弃了以后呢，就脱离了这种痛苦就是这身体也好，就是不管是你的这个疏用，全部这样放弃呢，而且我们的这个心呢，依靠这样的布施，依靠这样的舍弃以后，才能可以获得涅槃的。为什么？因为所谓的这个心呢。所谓凡夫人的心呢，就是对外境特别的执着，对这个内在的事物也是相当的执着。那么这个执着呢，就是一直是不能这个去掉。如果我们通过这个大乘的对治方法来进行修炼，最后呢，就是对外面的万物也不执着，你里面的一切这个事物呢，也没有执着，逐渐心的本体呢。就是已经就开始自然这个显露，也就是说，心的这种自然光明的本性呢，就是自然而然这个现见，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涅槃这就是所谓的涅槃。所以呢，我们要放弃呢，一方面是自己脱离痛苦，就是有这个必要；再加上呢，就是获得这个涅槃这是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死是继续是我们在死的时候就是每一个人呢，就是终有一天这个无常肯定会到来的，无常的这个末呢，就是一定是就是会出现的。当他出现，而将自己呢，就是不得不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呢，将自己的所有的身体、所有的术用，包括有些大德所讲的那个善根所谓的这个善根的话呢，当然这个你回想或者是以菩提心摄持的善根呢，就是将来在自己的这种相续当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如果你没有回想的这些善根呢，就是就像八家书一样，就是用完了以后就灭了，就是死了以后或在一世两世当中呢，就这个善根也是已经没有了。这样以后呢，当你无常到来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呢，全部都已经这个没有了。那不如这个现在呢，我们就是放弃就多好为什么呢？有些这个事物身体这些的话呢，那么我现在如果不是给众生的话，一方面就去掉我的这个我执然后这个将来呢，就是成为圆满真等觉佛陀的这个因，然后对众生呢也获得了就是不可思议的利益。就这样一来呢，我为什么是不舍弃？就一定要这个值得舍弃。
因此，在龙目菩萨也是这样，这个说的就是菩萨呢，就是摄一切。如果摄一切的话，这个功德呢，就像灯空虚空界一样的，就是无尽无边的。因此我们发了这个菩提心。当然，我们本论的这个次序来讲呢，我们还没有正式的述菩萨戒，就是因为述菩萨戒呢，就是过2天呢，就是才开始正式的述着。但是我们在座的人来讲呢，应该是早就已经述过这个菩萨戒。那么我们已经述了菩萨戒的人呢，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啊，对自己的殊用善根呢，不应该特别的去执着。如果特别的去执着的话呢，那这是并不是大乘的这个修行人。佛陀在文殊刹土庄严经当中呢，也是已经讲了，就是佛陀告诉这个舍利者说，这个也就是所谓的这个菩萨呢，就是大施主。那么大施主呢，舍弃一切这个自己拥有的一切自己拥有的一切，但是他的心里呢，根本不升起这个恐怖畏惧之心，并且呢，就是升起极其欢喜和满足之心啊，就是作为大乘菩萨。大乘菩萨的话呢，的确也是可能我们看到这个世尊光转等等，就是一些论点以后呢，就会知道的，就是这个菩萨呢，把自己所拥有的全部呢，就是布施给众生啊，布施给众生以后呢，就是自己心里就是不但是没有恐怖啊，没有这个吝啬心呢，而且是就有极大的这种欢喜心。因此我们对佛陀的这个因地的这种这个发放布施的心呢，就是应该有一个非常坚固的这种信心，就这一点很重要的。但有些人呢，可能对佛教的基础啊，就是不太这个问，就是所以呢，对这个也产生怀疑，对那个也产生怀疑。我听到有2位那个有一个居士的父母啊，就是有一位居士的父母呢，就是他的父亲呢，就经常就是产生就是怀疑，然后他看到世尊光转以后呢，他就觉得，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是自己的身体都已经布施给众生了，后来也恢复了，到底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啊？然后他的那个怎么说啊，就是他的妻子呢，告诉他，你不要多想啊，你不要多想，肯定会有的。你看《观世音菩萨传》里面有那么精彩的故事。哦，对，他们也经常就是这样佛法方的教。可是我们的确我们现在那个学习如菩萨行论呢，学习一些那个这个大乘的这些教言呢，就是包括那个菩提道次第论啊，这样以后呢，在外面的很多的一些这个修行人就平时接触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怎么说就是这个共同的语言呢，就是经常就是讲一些这个修行方面的，就是这一点是个好事。以前我们到外面去的时候呢，就经常就他们的这个说的话呢，就全部是一些吃喝玩乐的，没有意义的一些话，就话都比较多一点。那么就是最近的话呢，就是稍微就是这方面有点改变，尤其是作为这个修行人以前这个皈依过佛门的有些人的话呢，稍微有一些这个行为上有一些改变，就是我们这个希望呢以后真的不管是我们这个学院里面在座的人也好，外面的人呢，应该从那个根本上就是从大的意义上呢，就是获得转变，就是这是我们究竟的一个目标。否则的话呢，就是这个世间当中的一切琐事呢，实际上没完没了的，就是你什么时候到了尽头呢？这就是死亡，就除了这个以外呢，始终是没有一个完成的时候。因此没有实在的意义。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已经讲了，就是前面为什么要设计这3者的原因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因此我们在座的人呢，也心里面应该这样这个发愿我要述此菩萨戒的话呢，那么讲自己凡事就自己所执着的这些呢，就不太好，就是因为到了佛国的时候呢，就是没有一个自己的事呢，就佛佛菩萨的所有的这个事情呢，就没有自己的空间，没有自己的事情了。就像我们现在这里有些发心人的话呢，真的每天都是好像所作所为都是没有为自己的事情，除了就是吃饭呢，就是这个睡觉的话呢，就是因为为了这个身体，就是这个不对不错。除此以外的话呢，就是整天都是就是一天24小时，就是为了众生，就是一直忙着。就是我觉得这是真的。这个佛陀因地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为了这个自私自利的心而做了很多事情，也是并不是意义很大的。就是所以大家呢，应该
逐渐的培养我们的这个心。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利他的一颗心的话呢，将来你不管是到什么样的环境，都是会这个闪闪发光的，就像一个如意宝一样，就是在那个地方呢，就是会这个得到很大的这个利益，一定会是这个弘扬佛法就是起到这个作用。所以平时我们这个在这个学习佛法的时候呢，就是我始终觉得是这个培养自己的这种利他的心。就这一点，相当的重要。不管是老年人、年轻人，就这样把这个心呢，经常这样修炼、这样磨练的话呢，这个心毕竟是个有为法，就是所以呢，它逐渐它的这个方向就有会改变的就是有改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么下面就是讲的是这个别所布施身体呢，分2个方面，就是缘自己的身体而布施，还要回向成为利他之因，就分2个方面。首先第一个问题呢，也是从2个方面来讲的，就是一个是无条件的也布施，还有呢这个发愿成为利他之因。第一个无极将次生，随以是有情，一人必欢喜，恒常大玛莎。他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呢，就是将自己的身体就是顺便呢就已经布施给所有的有情了。那么你们这些众生呢，就是任你们的这种心就顺便这样你们欢喜的话呢恒常就是殴打或者谩骂或者是这个杀害等等，就是你们的这个事情，我从此以后呢再也不管了。当然这一点可能有一些小乘根基的人，或者说是一些世间人从来不学佛法的人来讲，是可能有点这个难以接受。为什么我们这个大乘佛法呢就非常的深奥？原因就在这里。因为大乘菩萨的很多的行为一般的世间的人们呢就很难以接受的。所以说呢，我们平时不是真正堪为法器的人面前，所谓的这个大乘菩萨的这个见解方面的空性行为方面的这个什么舍弃自我的一些这个六度万行呢，就是不能顺便讲，原因就在这里。那么他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已经这个发了心了，将这个自己的身体呢，就是全部已经这个布施给众生了。那么布施给众生呢当然我们前面也讲了，就是真实的布施，第一地菩萨开始布施。但现在呢就像龙木菩萨在这个吉田菩萨在学记论当中也是已经讲了，就为了就是未来的这个成佛呢，就是现在也是我们经常要修炼就是自己的身体布施给众生。所以平时我们不管是你在这个走路也好，吃饭也好，平时在实际行动当中呢，自己心里面经常要想我把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应该给众生了，我把自己的这个所有呢应该给众生了。就是首先你亲自把自己的身体都是还不能给，但是心里面一直这样想的话，逐渐对自己的身体的执着呢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在诸佛菩萨面前发愿，我呢就是从此以后变成了众生的奴仆，我从此以后呢就是变成这个是众生的，就是不是我自己的，就是已经这个发了这个愿。如果我发了这个愿的话呢，这要是众生就是获得高兴的话呢，那不管怎么样我都无所谓的。就这样众生欢喜呢，我就都可以的。所以呢我在修行过程当中呢这个有些众生呢，就是顺便开始谩骂我就以前上师如意宝好像讲这个如心论的时候吧，就是讲一个开玩笑，就是说是当时他们有几个老乡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就是说今天就是听说什么人是非常这口才非常好你顺便呢就是给我们这个说我们的这个过失等等，我们呢就是根本不生气，顺便今天玩一玩，就是大家玩得很开心等等。然后那个人刚才说那个口才比较好的人呢，就是站起来说，他说我不给你说，你这个天天偷东西的人，我不愿意给你说，我给其他人说话。后来那个人说我偷了什么东西就马上生气了，
然后呢，就是那个口才好的人说，你看我刚才就是说过失的话，那你能不能认输？我说，就是顺便就是，当然你没有偷东西，我顺便就是这样说的，你能不能认输？所以法王当时说，我们这个有些人呢、就是包括这个开玩笑的话，恐怕有些这个忍不了的，就是不要说是真正的自己的身体呢，已经不是给这个众生了，就是有这种情况的。那么有些人呢，就是说这要让众生这个获得高兴的话呢，那么你们怎么样，就是害我、打我、杀我。怎么样都这个可以，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菩萨的行为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佩服。就是虽然我们现在呢，可能有些人正在讲的时候呢，我要好好的做一下，以后呢，不管是跟任何金刚道友也好，其他的众生呢，对我如何的时候呢，我呢就是不应该就是对他进行这个就是以牙还牙，就是不应该这样的。自己从理论上懂得的时候呢，心里会有这样的暂时的一种这种发现的。但是真正当你这个遇到这些外境的时候呢，就忍不了了，就是马上呢就是升起这个嗔恨心。所以呢我想我们这个大乘修行人呢，有时候就是修行的真正的难处在这个实际行动当中，就是并不是口头上说。口头上说的话呢，谁都会说的，但真正实际行动，当你遇到一些怨恨的敌人呢，当你遇到一些真正的违缘的时候呢，看这个自己所学过的知识能不能用得上，就是这一点呢，对每一个人来讲也是非常困难的。当然，这样的教言的话，不仅是我们这个佛教当中，而且在其他的一些宗教当中呢，也是有的。以前那个大概是在91年的时候吧。藏地一位非常出名的，就是人们公认这个观世音菩萨化身的一位大德，在美国耶鲁大学吧，就是在那里呢，就是在一个演讲的时候在那个演讲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引用了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就是说是那个就是别人呢，就是打我的这个就是左脸的时候呢，就是我把这个右脸呢也给他打，就是应该就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引用。那么当我们这个作为佛教大乘佛教，就口口声声说是大乘佛教，但实际上呢，真的就是别人这个无缘无故当中用这个拳头来就是缠着你的这个左眼的时候呢，你看你这边打的还可以的，来开始用这边打。能不能这样的？所以这方面，一方面是这是可能是比较这个可笑的事情，你们都觉得，但实际上我们真的遇到这种这个问题的时候别人不要说是打你，就是稍微说一点你的过失的时候呢，开始这个就受不了了，就是马上呢就开始进行对他这个报复就是那这样的话，我们作为一个真正学习大乘佛法的人呢，像怎么样就是因此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互相就是金刚道友与金刚道友之间，居士与居士之间，然后一些非佛教徒和佛教徒之间呢，人与人之间接触的时候，看看我们这个真正的内心当中，自己是不是已经发了这个菩提心的人这一点始终都是要观察。我想我们学习如菩萨行了以后呢，很多人的这种这个行为呢有改变的，就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应该说有些人以前呢就是脾气特别的暴躁，就是非常不好但是后来通过这样的学习以后呢，真的这个他的这个心性性格都完全的这个变了就这一点呢应该是有的，因为佛法的价值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现在外面的一些居士就听了一些这个佛法以后的话呢，就是跟以前的行为都是完全是不相同的，就不相同的。我想说一句，但不说了，太明显了。意思就是说呢，刚才那个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受用呢，就是不能这个执着的，尤其是身体呢已经给众生了。如果我们执着身体的话，有非常大的过失。学经论当中引用了三摩地王经的一些这个教理，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对这个腐烂的这个身体，动摇的这个生命呢，都应该关注是这个如幻如梦来对待。可是愚痴的众生呢，就是始终是
贪着自己的身体，而造了无边无量的这种业啊，就是罪业。精心就是以这句话呢，就是精心描述了就是对单着身体的这个种种过患啊。因此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单着自己的这个身体，我们平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矛盾啊，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摩擦呢，实际上就是单着自己的这个原因而这个引起的。如果我对自己一点的是不单着的话呢，恐怕很多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摩擦呢，就是不会这个出现的。因此这方面大家应该值得注意。下面就是第二个偈颂：纵然系我身侵入，宾既红，我身既已逝，云何复珍惜？一切无害业，宁生精神书。他这里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发了这样的菩提心的人呢，就是纵然自己的这个身体呢已经布施给众生了，那么布施给众生以后的话呢，那么人们对我的身体啊，就是怎么样这个戏弄啊，或者是侵辱啊、讥讽啊、挖苦啊、诽谤啊等等的，怎么样做的话呢，都无所谓的。我把自己的身体呢已经这个布施给你们了，那么我现在有何必要去执着它？有何必要去爱惜它呢？就是不应该就是执着它了。所以我们在座的人当然是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发了，就过一段时间也可能再重新的数次这个仪轨。数次仪轨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承诺，就是以前诸佛菩萨是怎么样这个发菩提心，我也是这样发菩提心。诸佛菩萨是怎么样发菩提心呢？当然舍弃自己的所有的财产啊、殊用啊、善根啊，而全心全意为了这个利益众生而就是这样的发的。那么我们呢也能不能这样发？如果没有这样，光口头上以前诸佛怎么样发，我也这样发的话，实际上是欺骗了所有的众生和诸佛菩萨。如果我们不是口是心非，真正是内心当中这样发的话呢，那么我们身体呢已经不是给这个众生了，不是给众生的话呢，只要众生这个生起欢喜心的话呢，那么众生怎么样就是戏弄我的这个身体啊，有些人呢就是故意就是把我的这个身体抬来抬去啊，或者是弄来弄去啊，怎么样都这个无所谓。或者有些人呢就是诽谤你这个身体如何如何，或者你那个我们有些人啊就是身体比较胖，就是别人故意说啥你这个身体特别苗条啊，就是瞄一天你都好像不好意思了，特别羡慕你的身体啊。有些人没有牙齿的时候呢，你的牙齿特别洁白，就特别洁白，你看那么好看呢，天上的那个月亮也是有点不好意思，他坐在溪上就悄悄地偷看你的牙齿，等等等，就是这种方式来开始说别人。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我真的没有牙齿啊，我就特别不高兴。你看你有牙齿，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可能有点但是我们如果真的发菩提心的人来讲，不管是有理由没有理由，别人怎么样说我的话呢，我就就随着他，就是随着他，因为我呢早已经这个舍弃了自己的这个身体舍弃自己，所以我们大乘菩萨戒当中，大乘菩萨戒当中呢，就是跟这个就是讲了很多很多，就是利他的这个超越的行为，就是已经超越了，就是别解脱经当中的沙门释法，就是沙门释法当中也是说了，就是别人就是打我的时候呢，就是我不还打，就别人骂我的时候呢，就是我不还口，然后别人就是这个什么害我或者是这个生气的时候呢，我不生气，别人呢就是说我的过失的时候呢，我就不说他种的这个过失，就是所谓的这个沙门释法，也是凡是释迦牟尼佛的后学者、追顺者呢，都要这个严格执行的。那何况说我们已经发了大乘菩提心，有时候呢，真的不要说是密宗的一些瑜伽师证悟者大成就者这些都是根本说不上。你看我们的这个大乘菩提心呢，就是怎么样说的？然后这个发心跟我们的行为呢是什么样的？尤其是现在大城市里面的有些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觉得是必须要这个妥善处理，一定要以这个如菩萨行论的精神来衡量就是有些时候的话呢，好像就是特别就非常小的一些问题呢，就开始进行就是争论就进行执着这也是不好的这个事情就是因此。
那么一定要我们这个设计这个念头。那么所有的这些就包括对自己的身体也好，对疏永也好，矛盾痛苦的产生的来源呢，就是这个执着就执着。所以我们修行大乘法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断除自相续当中的一些这个执着。你对哪一个事物就是比较贪执的话，那就是一定要放弃这个。以前萨拉哈巴就是龙母菩萨的上师萨拉哈巴，他也是说了，就是对这个芝麻须的执着呢，就是带来这个无量的痛苦就是以前智悲光什么那个无垢光尊在和华智仁波切都讲了，就是执着越大，痛苦越多就是包括龙母菩萨他在这个修学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公案吧，他当时就是修一个空性这个本尊空性本尊的时候呢，修了很多年以后，始终是没有什么这个影响，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就是效果因为他呢当时就是他自己有一个珍藏的非常精美的一个观子，就是一种观子，就是然后他有时间的时候呢，就经常擦拭经常欣赏就是觉得这是特别的这个好就是后来呢就是有一次不小心，就是这个观子呢就是已经打烂了，第二天呢就见到了这个本尊。然后当时龙母菩萨说，我修了那么长的时间，为什么是今天才能见得到？为什么这样呢？当时这个本尊呢说，你对任何一个法执着呢，就是对你的这个照见本尊是有一定的障碍。正因为你以前呢，就是对你的这个观子就是特别的去执着，所以呢，就是我没有这个线。虽然我是这个从一刹那也是没有离开过你，但是呢，你当时的这个执着这个没有这个照见我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像龙母菩萨呢，就是佛陀亲自授记的这样的这个大菩萨，他也是对有些这个事物就是执着的原因。以前我们在日记里面写华智仁波切的那个就是什么这个木丸，就是后来这个江钦泽文波也是批评的这种公案吧，就是也讲过。所以有时候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对什么样的这个事物呢，就是太执着的话，那就是真正的一些这个照见本尊就是然后这个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一些真我的境界呢，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当然我觉得呢，作为一个大多数的修行人来讲，是对自己的这个修行利他的这个一些心呢，就是应该是比较这个执着的，这一点是也是非常好的。如果你利益众生的执着很强的话呢，那么这个相关庄严当中也是有说明的，就是这个是不会障碍任何这个修行，就是应该是虽然它是一个执着，但是成佛之前是这个是不能这个舍弃的。是所有的执着当中，我们这个利他的执着，对佛护菩萨的心性的执着呢是最好的。但所有的执着当中呢，嗔恨心的执着贪心的执着那这些是最低劣的，最不好的。有时候到了这个城市里面以后呢，都感觉是很明显的。现在实际上的大多数的在家人的话呢，就是对这个钱财的执着、财物的执着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更就是严重的呢，就是对这个感情的执着就是特别的这个可怕因为现在世界上的这个人呢，就是越来越这个自杀率呢越来越高，就是自杀的人越来越多，大多数呢就是全部是以感情而这个自杀的，就是所以说呢。那么有时候在家人呢，就是看就是他对他的这个这种这个自己的家属也好，或者是对自己的这个疑心的这种执着就真是不管是在别人的说话当中也好，生活当中也好，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是非常这个痛苦的。虽然有一些穷人有些人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对自己的一些这个钱财呢，又是有执着，但是有时候这些执着当中呢，应该说是最严重、最可怕的就是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感情的执着。因此，作为一个学习这个佛法的人来讲呢，应该就是多方面来对着自己的这种贪执，应该把这些没有意义的这个执着呢，就是最好这个放下来。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呢，恐怕对自己的这个修行呢有一定的这个障碍。因为我们这个修行，一个人的心里面就是不可能放很多的动心。如果你对其他的这个感情爱情什么这样婚姻等等，就是特别执着的话呢，那你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大多数都是花在这方面了就是不可能有这个修行。所以外面的有些居士有些这个特别复杂，就是他的一些这个行为也好，就是各方面就是非常的复杂。然后表面上看来的是他就学一点佛法，实际上呢全是假的，就是他
只不过是听一堂课而已，就是除了这个时间以外呢，全部是给别人打电话，就是这样那样乱七八糟。凡是这个很多人的这种这个经历呢，就是听起来的是非常这个可恶的，就是不是很好的。因此，作为一个学佛的人呢，就是应该要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态和行为，就这一点很重要我经常的是这样讲，我们这个就是在座的一些出家人呢，就是在这方面呢，就是确实是看破这个现在世界上特别执着的这一个东西呢，就是让看破，就是让放弃，而自己呢，把这些所有的事情全部就是放下来，然后呢，就是去入这个佛教，而这个就是出家，就是这种行为是非常伟大的，非常这个了不起的，应该就是大家呢，这不管是在其他方面，你这个修行也好，你的精进也好，就是不是特别的这个擅长，也实际上呢。就是有些这个看破这个世界呢，在末法时代来讲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行为。因此，总的来讲呢，我们就是对这个身体就是应该是这个要放弃这个执着。没有放弃执着的话呢，那就是不可能就是获得真正的这个成就。因此，平时以后就是在这生活当中呢，真的大家能不能这样修别人就是说一点你的过失别人诽谤你或者是别人就是对你的身体真正用刀子来就是看你的身体，或者是用棍棒来打你的话，那你可能一点都是不动手，可能除了一些真正发菩提心的名副其实的菩萨以外呢，就是有点困难。但是一些非常小的事情呢，就是比如说我旁边的这个房子呢，就是在这里挖一个水沟我就是特别的这个生气然后我旁边过路的时候是一个人什么什么，反正我们有些人发了菩提心的人就是。非常小的问题，就是并不是对我的身体也没有这个害处，对我的修行也没有什么害处，只不过是一些小小的一些问题呢，就是执着的特别大，而且为了这个事情呢，打架吵架，这样的话呢，有时候看起来听起来是真的就非常的可笑，就是有时候呢有这种这个情况，就是在哪里都有表面上看呢，我已经皈依了多少年了，我已经学佛，如果我在什么上师面前已经受过菩萨戒不要说菩萨戒，我已经得过大圆满最高的观顶呢，好像大圆满的观顶越来越高，就是你的嗔恨心越来越大一样。不是佛法的这个精神，并不是我们这个大乘佛法和密法当中没有这个对治法，但是我们这个人的根基太低劣了，所以你人的根基如果跟不上的话，那你的观顶的法门再高或者是你所修的法门再深，也是实际上是就是对不上好的，就是应该自己要根据自己的根基，然后呢就是修持一些利他的法门，在生活当中遇到这个困难和遇到一些违愿的时候呢，能不能自己就是所学过的真正的这个佛法呢，就是用在心上，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至关重要。那么后来他这里一切无害也宁生就宁生尽说，意思就是说呢只要是这个不成为就是他人暂时和究竟有害的事情的话呢，我的身体呢已经顺便就是布施给你们了，那么你们呢怎么样做怎么样享用都是无所谓的了就是如果对众生有害的话呢，我的身体也是不愿意给提供你们。也就是说，虽然我的身体已经布施给你，但是你要求呢，就是让我的身体来就是害众生就是杀害众生或者做一些坏事的话呢，那我的身体呢就是就不一定就是布施给你们，我还是就是自己这个。观着就是，所以我本来我的这个身体呢也是比较执着的，就在这个时候呢，应该这样想，那个什么学记论当中呢，也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呢就是一直着重的强调就是要布施这个身体，而学记论里面呢也还有包括我们的中观四百论当中也已经就是强调就是要保护自己的身体，一方面说保护自己的身体，一方面说是舍弃自己的身体，那难道这两个是不会矛盾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我们回答呢，就是这个不会有矛盾的。为什么呢？只要是对众生有利益就是我自己呢没有贪执，对众生有利的情况下呢，我把这个身体呢就是欣然就是布施给一切众生。然后这个如果就是对众生也是没有利益的，让自己呢
就是对这个修法方面，就是暂时用一个像工具一般的，就是用得上的话呢，那么我们要这个保护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呢就是吃药啊，就经常呢就是保养自己的身体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为了众生。就为了这个众生，我修行佛法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呢，一个就是以他的角度来讲故事给众生，一个呢就是说自己虽然就是保护他，但是呢，就是目的就是为了修行佛法，就是应该用两个侧面来进行解释的话呢，不会有矛盾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自己的身体如果对其他的众生有害的话，那就是我就不愿意这个提供当然，我们这个不害众生是在一生当中来讲是的确是非常这个重要的。我们现在有一些人呢，也经常说，我现在就是为了这个养家糊口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不得不造业就是一定要造业。我什么开的这个酒店或者是造的什么什么杀业那这些现在马上要改行也是特别的困难。但作为我们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话呢，其实这个生活呢，不管在哪里，都可以这个不会有恶色的，就是都不会有恶色的。那么杀害众生和害众生的这种事业呢，都非常不好的，就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退路就没有就是我们到时候真正甘受业果的时候呢，正因为你要这个生活所以给你开学我给你什么这个开绿灯没有这种说法。因此呢，每一个人来讲，看看自己的前途是什么样的，光明还是黑暗就像我们亲友书里面就是讲的4种人一样的。如果你觉得是现在虽然有钱就是过得也是特别的快乐，就是你有地位钱财每天都是这个过得非常好的这个生活，可是你的来世呢变成怎么样？你今生当中的这些钱财全部是通过欺骗通过杀害众生通过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结束的话呢，那么将来就是变成什么样？应该就是自己对自己呢要这个就是询问就是询问，因为我们的来世呢就是比今生还非常的漫长，就是只要你相信这一点呢，所以对未来是不得不这个打算的所以就像以前甘当派的阿底夏尊在不多中东他们的话呢，那么一生当中也是没有害过任何众生。不多给他一生当中呢，从来也是没有升起过一刹那的害众生的念头甚至为了利益自己而获得成佛的念头也没有产生过，只是想成佛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众生。所以在不多尊者的这个自传和自我教言当中，也是讲了非常殊胜的一些深深的教言，就应该我们呢就是通过这种殊胜的教言呢，尽量端出这个我执就尽量呢就是帮助这个众生，利益众生，就这一点呢是不可缺少的一个行为。好，今天讲到这里。Aho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 Aho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 Ahom Banzarangara Padma Sadardo